谁说赵括只会纸上谈兵？他只不过是被推向火坑的执行者。公元前260年，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峙，这不仅是秦赵两国的智斗，更是商鞅变法与胡服骑射的终极对决。从外交博弈到华阳之战，从御宇突袭到血战长平，赵国是如何被秦国的举国体制一步步耗死的？而白起挥剑后的那场惊天大坑杀，究竟是名将的残暴，还是法家机器最冷酷的成本核算？赵国地处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界地带，一边要提防中原各国的虎视眈眈，另一边还要应对北方胡人的袭扰劫掠，处境艰难。战国初年，赵国一直被中山国牵制，常年不得安宁，最后还是借魏国之力才将其铲除。可短短数十年后，中山国成功摆脱魏国控制，再度成为赵国的心腹大患。到了赵武灵王时期，为打破被动局面，他在与胡人的多次交战中深受启发，大胆做出一个颠覆传统的决定，效仿胡人的作战方式，推行胡服骑射改革，抛弃中原传统的步兵主导模式，大力发展骑兵部队。这一改革成效立竿见影，赵国军事实力大幅飙升。从公元前307年起，赵武灵王耗时12年，彻底攻灭中山国，还接连击败灵狐、楼烦等部落，收编大量胡人军队，开拓云中、雁门、代三郡。赵国一跃跻身战国强国之列。公元前299年，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做出决定，将王位传给儿子赵和。他的本意是想让赵和坐镇朝堂，处理国政，自己则卸下政务重担，全身心投入对外军事斗争，实现生胡服将士大夫西北掠胡地，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远大抱负。可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残酷，他这番看似周密的设想，非但没能让赵国更加强盛，反而激化了国内矛盾。最终，赵武灵王在沙丘之乱中被赵和围困在宫中，被活活饿死，一代雄主落得悲凉结局。赵武灵王的悲剧落幕之后，赵国并没有就此衰落，反而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期。朝堂之上，君臣同心，一大批名将扎堆涌现。赵奢善治兵，蔺相如能舌战群雄，廉颇勇冠三军，赵胜贤明好客，李牧威震北疆。正是这一批人臣干将，撑起了赵国的鼎盛，让赵国一跃成为三晋之中当之无愧的领头羊。此时，天下格局也在悄然改变，魏国、齐国、楚国相继走向衰落，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，而秦国则趁机步步紧逼，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领土。可北方赵国的强势崛起，成了秦国东进之路的最大障碍。秦、赵两国的较量，并没有立刻诉诸武力，而是先在外交场上展开了暗战，完璧归赵，免辞相会。这两场家喻户晓的外交事件，看似是礼节往来，实则是双方暗中较劲、相互试探的生死博弈。可即便秦国费尽心机，在这两场交锋中，终究没能从赵国身上讨到半分便宜。吃了亏的秦昭襄王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个机会狠狠打击赵国。于是，一场堪称闪电战典范的经典战役——华阳之战即将上演。秦国在五国伐齐时占领陶邑，将其作为秦相魏冉的封地，成为秦国的一块飞地。为了打通本土与陶邑的通道，切断燕赵与楚韩之间的联系，粉碎各国合纵抗秦的图谋，秦国将进攻的重心转向魏国。自公元前275年起，秦国接连出兵攻魏，夺取魏国多座城邑。魏、赵两国不愿坐以待毙，于公元前273年联合进攻韩国重镇华阳。韩国向秦国求援，秦相魏冉一看，这正是削弱三晋、巩固自己封地的好机会，随即以白起为主将，领兵驰援韩国。而另一边的魏赵联军仗着秦军从关中出发，路途遥远，笃定他们短期内赶不到，防备松懈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白起最擅长的就是出其不意。他带领秦军开启了每日100里的急行军，放弃了多余的粮草辎重，轻装急进，只用了短短8天时间，就突然出现在了华阳城下。魏赵联军阵脚大乱，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迅速溃败。此战，魏国被迫割让南阳求和，秦国也给了赵国一个下马威。此后，魏人范雎投奔秦国，向秦昭襄王献上了精准毒辣的远交近攻策略。秦国加大了对赵国的攻势。公元前270年，秦昭襄王以赵国不履行换城协议为借口，派秦军突袭赵国一隅。赵惠文王当即任命赵奢领兵救援。赵奢深谙兵不厌诈之道，出征后故意示弱避战，彻底麻痹秦军主力，
随后趁秦军不备，率领赵军昼夜急行，奔赴豫宇，抢先占据战场制高点。秦军仓促应战，被动挨打，最终大败而归，豫宇之围成功解除。这一战让赵奢一战成名，也让秦国此后数年对赵国不敢轻举妄动。到了公元前262年，秦军奉命攻打韩国野王，一举截断了韩国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，上党郡沦为孤立无援的飞地。韩王惊恐万分，连忙请求献出上党郡，以求秦国息兵霸占。可上党郡郡守冯亭不愿束手降秦，暗中谋划借赵国之力抗秦，索性将上党郡17座城池全部献给了赵国。这一下难题就落到了赵孝成王手里，一块送上门的肥肉，接还是不接？接必然会引爆秦赵两国的正面冲突，不接这么大一块疆土，诱惑力实在太大，根本让人难以抗拒。这时平原君赵胜站了出来，力主接纳上党。他直言不讳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17座城池，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？秦军虽说强悍，可也曾败在赵奢手下，更何况赵国有廉颇坐镇，他最擅长防守，这胜负还真不好说。最终赵孝成王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下令接受上党郡，同时派大将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，严阵以待，就等秦军来犯。时间来到公元前260年初，秦昭襄王命左庶长王和率军攻打上党，很快就攻占了西上党地区。而这边廉颇早已在长平构筑起了3道坚不可摧的防线。第一道是空仓岭，这里山势陡峭，地势险要，是天然的防御屏障。廉颇还在空仓岭东南河谷修筑南北2张城和光廊城，3城互为犄角，彼此支援。第二道防线依托丹河东岸地势构建，韩王山和大凉山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。赵军驻守于此，既能居高临下监视秦军动向，又能便捷接收后方补给。最后一道是百里石长城，北至长平关，南至马鞍鹤，是赵军的大后方与退路保障。同年4月，王和率领秦军向长平赵军发起猛攻，长平之战正式爆发。秦军先锋从端氏向东进攻空仓岭防线，双方互有损失。不过，在秦军长时间的强大攻势下，空仓岭防线的赵军很快支撑不住。到了6月，秦军强攻突破高平关，并乘胜攻下南北2张城和光廊城。赵军第一道防线宣告失守，被迫退守丹河防线。初次交锋，赵军战处下风，多名都尉战死。廉颇觉得硬拼绝非上策，于是他果断调整战术，采用以守为攻的策略，在丹河东岸修筑营垒，任凭秦军如何挑衅辱骂，始终坚守不出。就这样，秦赵两军在丹河两岸对峙了数月之久。廉颇打算以逸待劳，消磨秦军锐气，再等待有利时机主动出击。然而，廉颇算准了敌人，却没算准自家的米仓。持久战拼的不仅是军队战力，更考验两国的后勤补给能力。几十万大军的日常消耗，对秦赵双方都是巨大负担。如果我们深入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，就会发现赵国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。首先，赵国为了这场战争，动员了45万青壮年奔赴前线。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，这意味着赵国后方的劳动力严重不足。赵国本身就是个半农半牧的国家，后方只留下妇女和老人，苦苦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运转，早就撑到了生理极限。说白了，赵国当时根本不是在跟秦国拼刺刀，而是在跟饥荒赛跑，跑得赢还有一线生机，跑不赢只能坐以待毙。其次，赵国引以为傲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打造的骑兵部队，可谁能想到这些战马在这场战争里却成了最大的吞金兽。长平是山地地形，骑兵在这里根本发挥不出优势，既不能像在草原上那样自由放牧，还得消耗大量的谷物来喂养，这对赵国的财政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更要命的是，当赵国发现自己撑不住的时候，曾向齐国求援借粮，可结果呢？因为赵国在渑池之会后频繁攻打邻国，早就把自己的名声耗光了，齐国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。外援断绝，后方失血，赵国的处境雪上加霜。而赵国的对手秦国，经过多年的扩张，坐拥关中平原、巴蜀之地、江汉平原、南阳盆地和河东地区，这些都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产区，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都远超赵国。虽说秦国的补给线比赵国更长，但秦国已经占领河东地区数十年，运输补给虽然远，却能走水路，直抵一城一带，省时又省力。这么一来，
秦赵两国的补给难度其实不相上下。简单来说，秦国是在用全国的力量供养前线的大军，而赵国却是在后方不断失血、外援断绝、米仓空虚的绝境下硬撑着。面对这样的困局，赵国内部商议对策，最终提出了2个方案：要么派人出使秦国求和霸占，要么联络其他各国发起合纵，一起抗秦。谋士于青一眼就看穿了求和的弊端，他劝谏道：如果派人去秦国议和，秦国必定会隆重接待，故意向天下人炫耀，让大家都以为赵秦两国已经和解。到时候楚国、魏国看到这种情况，肯定不会出兵救赵。等秦国摸清了各国不会援赵的底细，议和肯定不会成功。到那时候，赵军就真的必败无疑了。可此时的赵孝成王早已乱了方寸，根本没听进于青的谏言，执意派郑珠出使秦国求和霸占。而事情的发展也完全印证了于青的判断。秦国对赵使郑珠殷勤接待，却故意向各国散布秦赵已经和解的消息，而对议和的事情却只字不提。这一下不仅彻底断绝了赵国的求和之路，还让赵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为了促使赵国临阵换帅，秦国又派人潜入赵国实施反间计，散布秦国只怕赵括的谣言。赵王本就对廉颇坚守不出颇为不满，便顺水推舟换上了赵括。说到这，大家可能会骂赵括只会纸上谈兵，毁了整个赵国。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，就会发现赵括只不过是一个被推向火坑的执行者。赵王给他的指令从来都不是守，而是出击，是拼尽全力打破眼前的困局。秦昭襄王得知赵括换帅的消息后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却不动声色，暗中调武安君白起出任秦军主帅，同时在军中严守换帅的秘密，有敢走漏消息者格杀勿论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打赵括一个措手不及。赵括一接任主帅，就彻底推翻了廉颇的防守策略，按照赵王的指令，率领赵军主动向秦军发起了猛攻。可他哪里知道，秦军早已在丹河西岸的山丘上构筑起了坚固的营垒，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白起见状，立刻下令让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，在赵军进攻的时候佯装败退，一步步把赵军引入秦军主力布下的袋形埋伏圈。赵括果然中计，下令赵军渡过丹水，乘胜追击，一路追到了秦军营垒之下。可任凭赵军如何猛攻，始终无法攻破秦军的营垒。白起抓住赵军主力出击，后方空虚的破绽，立刻分兵2路，一路是2.5万人的部队，沿着长平北侧的河谷，绕到百里石长城之后，突袭赵军后方，彻底截断了赵军的退路。另一路是5000人的骑兵部队，直插东昌河谷，将赵军主力分割包围。直到这时，赵括才恍然大悟，慌忙下令撤回丹河东岸。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，赵军主力被围困在韩王山山脚下的丹河一带，进不得，退不了，彻底陷入了绝境。秦昭襄王得知赵军主力被围的消息后，还是不放心，担心兵力不足，无法将其彻底歼灭。于是他亲自赶赴河内郡，下令加封当地百姓爵位1级，征调河内郡15岁以上的青壮年赶赴长平战场，专门拦截各国的援军和粮运，彻底断绝赵军的一切希望。到了9月，被围困的赵军已经断粮46天，军营里大量士兵饿死，突围不成的士兵甚至开始相互残杀为食，场面惨不忍睹。赵括不甘心坐以待毙，多次组织部队突围，可每次都被秦军击退。最终，赵括在一次突围中被秦军射杀。白起又抢了剩余的赵军后，做出了一个震惊后世的决定。为了永绝后患，他下令将40万赵国降卒全部活埋，只留下240名年纪尚小的士兵放回赵国，以此震慑赵国朝野。说到这，很多人都会问，白起为什么那么冷血？为什么每次交战都嗜血成性，杀人如麻？白起冷不冷血，我们无从得知，但当时秦国的处境也很无奈。要知道，经过长时间苦战，秦国当时也已经到了举国断粮的边缘。40万降卒，每天的口粮都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如果养活他们，只会拖垮秦国的大后方；可如果把他们放回去，那就是放虎归山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些人就会再次拿起武器对抗秦国。更重要的是，秦军将士苦战3年，他们参军打仗，为的就是靠首级来换取爵位和土地。在当时冷酷的法家体制下，杀降其实就是对秦军这台战争机器一次暴力的利益补偿。说到最后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长平之战从来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胜负较量，
它更是秦国商鞅变法与赵国胡服骑射的终极对决。虽然秦国也付出了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，但这场战争让赵国元气大伤，精锐尽失。秦国东进之路的最后一个强劲的对手，终究还是倒下了。